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守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重要的议题——气候变迁。我知道，这听起来可能跟我们常聊的科技或财经有点距离，但相信我，这背后牵涉到的系统性风险，还有未来整个产业的巨大转变，绝对是我们这个频道的观众你必须要了解的。不过，今天我们不打算看那些很复杂的物理模型或数据图表，我们要换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读地球现在到底正在发出什么样的警讯，以及更重要的，其中可能暗藏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。OK，我们用生态学家汤马斯·洛夫交易博士这句话来开场：如何将人类的愿景根植于自然之中？这句话其实点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系统性问题，就是说，人类社会这个超级复杂的系统，跟地球生态这个更庞大、更复杂的系统，到底要怎么样 couple 在一起，才能够永续共存？这不只是一个科学或哲学问题，对吧？它其实是一个关乎未来所有产业发展最底层的那个框架问题。今天我们就要沿着这个思路来一步步拆解我们跟自然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，自然的警钟。其实早在那些超级电脑开始跑各种复杂的气候模型之前，大自然它自己就已经用一些非常细微，但你又完全无法否认的方式，向我们展示气候正在改变的明确迹象。这些迹象就像是地球暖化留在整个生态系统上的生物指纹。这边的重点来了，关键在于这些讯号的普遍性。这不是说，只有某个地方的单一个案，也不是什么零星的奇闻异事，不是，而是科学家在全球各地都观察到非常类似的现象，从最高的山到最深的海，从热带雨林到极地的冰原，通通都有。当你把这些来自生物界的数据点全部汇集起来看，它们就形成了一个在统计学上你根本无法否认的全球性趋势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，气候变迁的影响是全面性的，没有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或是跟它相关的产业链是可以置身事外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数据，大家会更有感觉。这个概念在科学上叫做物候学的改变。讲白话一点，就是大自然的季节性时程整个被打乱了。你看这张投影片，左边是以前，右边是现在。以前植物可能是根据很稳定的季节信号开花，对吧？但现在因为气温升高，它们会误判，以为春天提早到了，结果开花时间比以前早了好几天，有些甚至早了好几个礼拜。像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，他们有非常长期的记录，就非常明显地显示了这个趋势。那这对农业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授粉的时间错开，收成变得不稳定，风险就提高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像是树燕这种候鸟，它们迁徙、筑巢、下蛋的时间也全部都提早了。可以这么说，整个地球的季节性行事历正在被强制重新改写。除了时间上的改变，空间上也有很大的变化。气候变暖，这等于是把物种原本习惯的那个舒适圈给整个移动了。所以为了生存，这些动植物就只能被迫搬家，去追寻它们赖以生存的气候条件。这张投影片举了2个很经典的例子，像北美洲的伊迪斯奇斑蝶，科学家就发现它们的分布范围很明显的一路向北边，还有往更高海拔的山区在移动。另一个更惊人的例子是加州的约书亚树，这种树现在甚至已经开始生长在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外了。这真的非常讽刺，对吧？这代表说，我们当初为了保护它们而设立的保护区，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反而不再适合它们生存了。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，也是一个更复杂、更危险的问题，叫做生态系统脱钩。你想想看，大自然是一个超级精密的系统，很多物种之间都有那种时间上的协同关系。
举例来说，植物开花的时间要刚好对上授粉昆虫最活跃的时间，或者草食动物的宝宝出生的时间要刚好对上植物最鲜嫩可口的时候。但问题来了，有些物种是根据温度来调整它的生理时钟，但有些却是根据日照长度。当气候暖化只改变了温度，却没有改变日照长度的时候，这两组物种的节奏就会整个错开，原本那种完美的配合就瞬间瓦解了。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脱钩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，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生动但也很悲伤的例子——雪鞋兔。雪鞋兔演化出一个很厉害的保护机制，它在冬天会换上纯白的毛，夏天换上棕色的毛，让自己可以完美的融入背景里面。那它换毛的信号主要是根据日照长度，但问题是下雪的时间却是根据温度。现在因为暖化，春天提早到来，雪融化的也更早了，可是雪鞋兔还没到换毛的时间呢。结果就是一只白色的兔子在光秃秃的棕色地面上跑来跑去。你想想那个画面，这对老鹰或是狐狸这些掠食者来说，简直就像是一个会移动的超显眼的靶子。那它的生存率当然就大幅下降了。这就是生态脱钩，一个活生生的悲剧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刚刚我们谈的都还只是单一物种层级的反应。虽然已经很令人担忧了，但还算是那种比较渐进式的改变。但是现在我们要进入更令人警惕的第二部分——临界点。这里我们要探讨一个更严肃的问题：如果整个生态系统，而不只是单一物种，都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，大家可以先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前面我们看到那些慢慢的、渐进的改变，像是开花时间提早啊、物种迁徙啊，就已经会造成像雪鞋兔那样的悲剧，那你想象看，如果整个森林、整个珊瑚礁、整个雨林系统，它不是慢慢的改变，而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地崩溃，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？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非常关键的临界点概念。好，所以到底什么是生态系统临界点？它指的是环境的变化不一定是线性的，可以预测的。这就很像我们在看金融市场，很多时候一个系统可以吸收一定程度的压力，看起来好像都没事，但一旦这个压力超过某个门槛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临界点，整个系统就会突然崩溃，发生相变，转变成一个全新的，而且通常是功能更差、生物多样性更低的新状态。重点是，这个转变通常是不可逆的，就像你推倒了第一张骨牌，后面就停不下来了，你很难再把它扶正。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真实案例。在北美西部有一种原生的树皮甲虫，它们其实一直都跟针叶林共存。在过去，寒冷的冬天会把大部分的甲虫都冻死，让它们的数量可以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，对森林影响不大，就像左边第一个长条图显示的。但随着全球暖化，冬天变得越来越暖，结果就是有更多的甲虫可以存活过冬，甚至还可以多繁殖一代。结果是什么？甲虫的数量就大爆炸，直接跨越了那个临界点，从原本的低度威胁变成大规模的疫情。你看最右边那个长条图，这就导致从阿拉斯加一路到科罗拉多，大片大片的针叶林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枯死，那个场面真的非常骇人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系统临界点事件。同样的系统性崩溃也在海洋中上演。珊瑚礁大家都知道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，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，也支撑着全球数亿人的渔业和观光业。但是珊瑚本身对水温是极度敏感的，只要海水温度比正常高个1-2度，并且持续几个礼拜，它们就会把体内共生的藻类排出去，变成一片惨白的骨骼。这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珊瑚白化。重点来了，在最近，澳洲的大堡礁，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珊瑚礁系统，在单1年之内，就有超过50%的区域发生了白化事件。各位，这不是渐进的衰退，这是一场大规模、突发性的生态系统休克，对依赖它的整个经济体系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如果说森林和珊瑚礁的崩溃已经够可怕了，那接下来这个可能是全球级别的灾难。亚马逊雨林，我们都叫它地球之肺，但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称号，叫做飞行河流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非常巨大，可以透过植物的蒸散作用，制造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半的降雨量。这些水汽会在空中循环5到6次，一路从大西洋吹到安第斯山脉。但现在，因为森林砍伐、大规模的火灾，还有气候变迁的3重夹击，这个巨大的水汽循环系统正濒临崩溃。科学家警告，亚马逊雨林可能很快就会跨越一个临界点，从湿润的雨林大规模地转变成干燥的热带草原。这不仅会释放出巨量的碳，更会彻底改变整个南美洲的气候模式。好，讲了这么多有点令人忧心的警讯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哇，是不是很绝望？但是请先别放弃。接下来的第3部分，我们要将整个叙事的焦点从警讯转向希望。因为提出问题的生物学其实也同时给出了可能的解方，大自然本身可能就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。这句话非常非常关键，它重新定义了整个问题的框架。过去我们总认为气候变迁是能源问题，是工业问题，所以解方就是发展绿能、开电动车。这些当然很重要，没错，但我们常常忽略了，大气中多余的碳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被破坏的生态系统。所以这就导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，如果问题的根源有一部分是生物性的，那么我们的解方当然也必须从生物性的角度去思考。在谈解方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设定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。为什么科学家一直强调要把全球升温控制在摄氏1.5度以内，而不是2度？才差半度而已，有这么严重吗？答案是真的非常严重。地质学的证据告诉我们，上一次地球的平均温度只比现在高2度的时候，全球的海平面比今天高了整整4到6公尺。4到6公尺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大概2层楼高。这意味着像台北盆地、纽约、伦敦、上海这些沿海的大城市，很多地方都会被淹没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死守1.5度这条防线，因为它背后代表的是整个生物圈跟我们人类文明的稳定性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，这是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的来源分布。我们很自然的会把焦点放在占了80%的化石燃料和工业，对吧？但请大家注意看另外呢20%，来自于森林砍伐和土地利用的改变。这个数字其实非常巨大，它告诉我们，光是破坏森林生态系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主要的碳排放源。这反过来也意味着，如果我们能逆转这个过程，它就有潜力成为解决方案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。所以这就很自然地引导我们到一个很直观但却常常被忽略的问题。既然砍树、烧森林会把大量的碳排放到大气中，那反过来想，如果我们大规模的去种树、去恢复森林、草原很湿地，我们到底能从大气中吸回多少碳呢？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 Nature-Based Solutions 它最核心的思想。简单整理一下这个生物性的解方，基本上可以分为3个很清晰的步骤。第一步，也是最紧急的，就是止血，立刻停止所有形式的森林砍伐和对原生生态系统的破坏。第二步是修复，在那些已经被破坏、退化的土地上，积极地进行重新造林和生态恢复。第3步则是优化，彻底改变我们的农业模式，从过去那种会耗尽土壤碳的方式，转变为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，把碳锁在土壤里的再生农业。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宏大，但其实每一步都非常具体可行的计划。重点来了，这么做到底有多大的效果？科学家估算，如果我们能成功的执行上面那3个步骤，光是透过恢复全球的生态系统，我们就有潜力从大气中移除大约30 ppm， 也就是30%的二氧化碳。30 ppm 听起来可能不多，但请大家记住，这是在我们努力减少化石燃料排放的同时，额外获得的巨大帮助。
这股来自大自然的力量，很可能就是我们达成气候目标最关键的那块拼图。为了让大家对移除30 ppm 更有感，我们看一下这张对比图。目前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大约是401 ppm， 这已经远远超过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了。如果我们能透过生态恢复把这个浓度降到371 ppm， 这就等于是把地球的时钟往回拨了好几年，为我们的能源转型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时间。这就让一个抽象的数字变成了一个很清晰而且非常有吸引力的目标，对吧？而且这个方案最棒的地方在于，它带来的不只是气候上的好处而已耶。当我们在恢复生态系统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协同效益。健康的土壤就意味着更高的农业产量，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。恢复的草原可以提供更优质的放牧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一个更高效率、更永续的粮食系统，将让我们有能力在不继续砍伐森林的前提下，养活未来数十亿的新增人口。这是一个对气候、对粮食安全、对生物多样性，甚至是对经济都有利的多赢策略。我们最后再回到洛夫乔伊博士的这句话，这整套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解决方案，它最核心的精神就在这里。它不是要我们为了拯救地球而去牺牲人类的福祉，恰恰相反，它是透过恢复地球本身的健康运作，来同时保障人类和其他所有物种的未来。这让我们重新回到了最开头的那个问题：如何将人类的愿景根植于自然之中？答案或许就是与自然合作，而不是去对抗它。好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大自然已经透过生物界的各种数据，对我们发出了非常明确的气候变迁警讯，这是生物指纹。第二，当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，生态系统可能会发生突然而且不可逆的系统性崩溃，这个风险非常高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恢复地球的生态系统，这个以自然为本的解方，不仅能帮助我们移除大量的碳，还能带来粮食安全、生物多样性等等多重效益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策略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借留下一个最后的问题给大家思考。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自我调节系统，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我们有没有科技去解决问题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有智慧去设计一套能够与这个系统协同运作，而不是持续对抗它的人类系统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